美国只是凭空造了牌，失败了就挥了挥衣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把我们折腾够呛吗？并非如此，要看战线，不要看战报。而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是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科技、经济、军事的独立自主，摆脱不平等的秩序制约，通过科技突围完成经济解套，最终实现地缘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幸福的这一终局目标。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稳步向前推进，无一失手。我们的战线是曾经的20余项卡脖子技术，最后只剩7项还没有突围，都集中在芯片领域，正在全速的突破。我国人无我有的产业技术优势，正在从23年彭博社统计的5项增加到9项。我国出口在美国的围堵下，连续9个月不降反增，对美的出口依赖持续降低，进出口人民币结算比例大幅增加，美元靠铸币税抽取我们的外贸收益的比例大大降低。同时，地缘环境也日趋稳定。蒙古、韩国、澳大利亚曾经的马前卒派纷纷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务实的本土利益派。越南、印度也开始改弦更张。目前仅剩的菲律宾内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正在转向原有的合作主体联系就更加紧密了，与东盟、非洲的贸易额持续扩大。埃及、印尼在507空战之后开始购入咱家的武器装备，在军事上买了谁家的装备，火烧眉毛的时候要用了，得请示一下卖家才能用，这个行规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吧？在金砖上合的框架下，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始从欧亚大陆向非洲大陆，再向南美、拉美地区扩展。如今的南美早已不是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从高层到资本集团再到民间都明白，他们自身的发展只能靠中国强劲的制造业长期稳定的需求来带动，而不能依靠目前同为资源国的美国间歇性的两党制带来的不确定的补助来带动。以上从技术到经贸，从军事到地缘的战线，才是中美见面这一刻我们要统计和衡量的真正内容。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亚太经合组织围绕我们的展望和蓝图展开，而非美国的利益继续谱写。实际上，美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昨天美国参议院的一个22页的报告，其实也从美国的根本利益角度拢了拢账，发现呢亏大发了。给出的3项主要的结论就是：关税导致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损失惨重，出卖了美国的农民，最后还导致了美国全球控制力的大大削弱。结果，因为提出该报告的是民主党议员，于是这个对华贸易战中国获胜美国买单的报告就只能沦为是党争的表演，而没有人当回事儿。现在在美国，真相或者说理性的分析已经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了，所以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们就在欢呼，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 55%， 现在也就只降到了 45%， 中国对美国的对等关税是 10%， 大统领赢麻了，那个伟大的男人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痛击东大，美国再次伟大了。而我们乐见美国的赢学发扬光大，说最和气的话，下最狠的手才是我们的风格。讷于言，敏于行嘛。至于稀土、大豆、芯片，彼此开多大的缺口，都是个长期动态的博弈筹码。只要服务于我们的战略目标，进退有据，就都是好策略。当特朗普称呼我们为 G2 的时候，和奥巴马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初奥巴马是想给我们戴个高帽子，同时想招安我们的精英集团，让我们也开始美国化，让 99% 的人供养着那 1% 的权贵们，以让我们永远的停留在只做制造业最低端的配套这一全球化的分工角色上。当时我们拒绝了，现在我们也不会接受。特朗普如今说 G2 的局面，更大程度上是在抬高自己，仿佛在说旧霸主依然余威犹烈。而现实是，同一天里，我国宣布2030年完成载人登月，美国宣布重启核试验。谁在代表人类的未来不断前行？谁在开历史的倒车？其实自毁长城，全球的聪明人都一目了然。东西文明在此刻再次分野，属于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启。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